又一家车企的汽车飞起来了，但并不是新势力，而是身为传统车企的广汽集团发布的高飞汽车。飞行汽车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流行过在汽车上搞飞行概念。其实后面的尾翼是一个比一个夸张，虽然不能上天，但也算融入了飞行元素。60年代，美国开放了3000米以下的空域。2020年，中国民航总局也公布了13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机区。这里讲到的无人驾驶航空，就是指民用飞行器，飞行汽车属于其中之一。截止目前全球一共有超过200多家公司正在研发飞行汽车。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全球飞行汽车的市场规模将在2030年达到3000亿美元，2040年将骤增至1.5万亿美元。飞行汽车虽然不是一个新词，但确实近几年热度在上升。为什么飞行汽车近几年热起来了呢？首先随着大家经济水平提高，我国汽车保有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从2012年的1.2亿辆到2022年的3亿辆，10年时间翻了2.5倍。再加上我们很多一线城市规划的比较早，想扩建马路基本不可能了。无论你做的是劳斯莱斯还是奔驰、马自达，通通都得塞车，解决问题只能靠出行方式变革。如果汽车能够在垂直空间移动，就能一下子在立体空间里多出许多车道，大大缓解地面的交通压力。而且飞行汽车能够以最短路径直线到达目的地，突破一些地形障碍限制，效率高，不需要修隧道、大搞基建，包括噪音问题现在也是解决的比较好了。另外，飞行汽车也是智能化电动汽车的技术外溢。说到2023年技术新趋势下面有10项值得关注的新技术，我们大体将它们分一下其实又可以划分成5个板块：通信、低碳、生物技术、智能电动汽车、航天、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可能有观众就意识到，这几个板块好像智能电动汽车车企都能沾点边。汽车产业链本身就具有纵向延伸长、跨界融合面宽的特点，而在跨入智能电动时代后又多出一个新的特点：集中的技术外溢。智能汽车带来的新能源、三电系统、零部件、智能化系统以及相应的硬件设备的上下游产业链，会横向影响很多行业。比如搞通信的经验能用来造智能车，造车的经验能用在造卫星上，造卫星的经验能反哺造车和通信。看广汽发布会上的高飞飞行汽车搭载的技术，就特别能感觉到这种技术上相通性。这次的高飞飞行汽车动力系统上利用了新能源三电系统，结构上采用了分离式结构，飞行舱和共享底盘分离，区别传统电动飞行汽车 eVTOL 在地面行驶时机翼收缩，主要是共享底盘在进行驱动。搭载 Ardigo Pilot 自动驾驶系统，飞行时不带共享底盘，尽可能的减少自重。配备了多目识别系统，视野遍布360度，可以通过远距离障碍物识别快速的规划避战路线。这技术实际跟当下大火的 AIGC 也有关系，比如 Meta AI 发布了自己的视觉切割模型，可以切割视频里的物体图像，并能通过蒙版来帮助 3D 模型的输出，以提高自动驾驶技术的训练效率。高飞飞行汽车实现所需要用到的技术设计理念都是跟当下技术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广汽利用高飞飞行汽车展示技术的背后是汽车行业的格局变了。消费者购车的一个变化趋势是开始更注重性价比和产品力，这个其实也和我看到的另一个2023消费趋势是相同的。疫情过后，大家的汽车消费开始逐渐分化成高端化和高性价比2个方向。高端化的代表是一些不怎么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奢侈品，高性价比的代表则比如广汽埃安为主的新能源自主品牌技术派。飞行汽车算是极致技术的体现，广汽埃安这几个月发布的技术落脚点也一直都在极致的性价比上。3月份发布的夸克高性能集成电驱技术群，当电机的功率密度从行业平均6000瓦每千克提升到12千瓦每千克，基于夸克电驱技术打造出的4合1集成电驱，搭载到浩破 SSR， 实现了0-100加速时间1.9秒。这次最新发布的 N 合1集成电驱系统，在这个基础上将电驱电源热管理深度集成，通过集中冷却、控制深度融合等技术实现重量降低20%，通过 X-Pin 扁线技术实现铜用量降低5%，通过稀土定向分布技术实现重稀土用量降低60%，面向纯电平台同时兼容前后驱，实现车型平台全覆盖。至于努力的结果，大家也能看到，这是今年5月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量。最新出炉的中国汽车消费新趋势洞察里提到，现在的新生代消费者另一个购车变化趋势是
车载娱乐成智能化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其次是人机交互和智能驾驶。为了顺应这些趋势，广汽的解决方案是搭建 Adigo Magic 广汽魔方场景共创平台。我们都知道，随着智能化的深入，汽车的软件越来越复杂，传统的车载软件开发流程长，一个新功能从开发到交给用户，往往要几个月时间，既无法快速迭代，也难以满足用户日益复杂的个性化需求。广汽魔方场景共创平台通过 SOA 面向服务架构，将整车2000多个功能全部服务化，将每个服务封装成代码块，让功能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在图形化界面中任意编排组合，创造无限多个个性化场景，并自动生成软件代码。广汽还在云端构建了1:1还原车端环境的数字镜像云，让代码可以在云端进行仿真验证，经过安全校验后同步到车端引擎中，实现分钟级场景迭代。不仅设计师可以灵活调用车端能力，在图形化界面中进行产品创作，外部开发者也可以在云端虚拟环境中进行轻量化开发。所有的车端能力、整车控制、智能驾驶、生态应用都包含在这2000个模块当中。对追求个性化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拼凑组合，这个过程就开始像装修属于自己的家了。除了自己装修，用户还可以将自己创建的场景进行分享，让其他人可以实现共创。该系统预计首发搭载在广汽埃安 Hyper GT 上，是一款风阻只有 0.197 CD， 前脸很有科技感的轿跑。广汽魔方场景共创平台的想象空间挺大的。今天看起来，不少用户可能觉得，我又不会编程，真的能做好这件事吗？其实是没问题的，因为将来的 AI 会非常发达，你只需要自然语言与 AI 对话，就能输出完整的新需求场景。广汽当下行业领先的低代码技术已经很大程度降低这一门槛了，而在 AI 发展更加完备后，这一体验还将更加完善。大家可以想一下，未来的 AI 时代，什么设备是我们平日生活里算力最高的设备？是手机吗？还是电脑？那将来很可能是汽车。将来一些人白天乘坐汽车出行，甚至是飞行汽车出行，晚上汽车的算力都能闲置下来，它能帮咱们用户晚上自动做长视频，跑 AI 绘图渲染，或者说索性玩大型游戏。第二天上车的时候，发现昨天布置的东西已经做完了，这样人在车里待的时间恐怕也更长了。我是大蜡烛，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